酒吧里，一个身穿红衣、美艳动人的美女遭到变态男的骚扰，对方不仅用言语挑衅，还动起了手。美女起身就要走，却被变态一把抱住，准备霸王硬上弓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男子出现，连忙上前制止，却被变态男的手下拽住。男人用尽全身力气冲过去，反被手下抓起来，狠狠扔了下去。美女心系男人，一脚踢在变态男的要害上，然后抄起桌上的酒瓶砸向对方。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。美女准备逃离，结果被手下一脚踢倒。变态男继续扑倒美女，男人这个时候也爬了上来，顺手拿起水果刀一顿乱砍。情急之下，一刀捅死了变态男，救下美女，逃离了现场。男人名叫阿杰，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有志青年，但性格比较懦弱。被他救下的美女阿敏是他的女友。阿敏的哥哥被黑社会老大龙哥陷害入狱，胆小的阿杰痛哭流涕。哥哥让他去找龙哥讨债，阿杰胆战心惊来到龙哥的办公室，不仅没有要到钱，还被龙哥的弟弟龙芳扇了一巴掌。阿杰没有办法，只能灰溜溜离开这里。来到酒吧接女友阿敏，却看到龙芳在欺负阿敏，阿杰一不小心杀了龙芳。龙哥得知弟弟死讯，说什么都要将阿杰弄死，给弟弟报仇。阿杰二人急忙回家收拾一番，坐上了去往法国的飞机。因为没有居住证，两人只能暂住在酒店。为了生活，阿杰开始慢慢找工作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，没想到龙哥的小弟也跟到了这里。阿杰找准机会，趁机溜走。没有工作的他打算偷一条面包，结果被老板的磨刀声吓得乖乖放回去。在街上，阿杰正好遇见阿敏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进了酒店。他以为阿敏背叛了自己，不曾想阿敏是见阿杰那么辛苦挣钱养活自己，才背着他做起了陪酒女。误会解开后，二人继续过着窘境的生活。阿杰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一次偶然，阿杰得知只要能加入法国雇佣兵，就可以获得法国护照和居住证。得到阿敏的支持后，阿杰前往法国马赛报名参军。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一些亡命之徒，在自己的国家杀过人的。在报名过程中，阿杰结识了一位中国同胞黑哥，他曾经杀死了3个人。雇佣兵考核官挑选队员的唯一条件就是你有没有胆量杀人，并且杀过几个人。杀过的人越多，录取的几率越大。为了能够顺利留下来，阿杰谎称自己杀了6个人。阿杰也因此成功通过面试。训练还没有开始，一群人便开始起哄。黑哥和黑人互看不顺眼，刚刚下车，二人就起争执。正要开打时，教官出现制止了他们，将他们带到一片荒漠。教官提出约法3章：第一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，违者将受到严重处分；第二，在非军事时间里，黄赌毒一律自由，尤其是打架自行处理。说完后，教官给雇佣兵们发了一块带有自己代号的牌子。胡子男把牌子扔在地上，他表示自己不喜欢这个代号，要求更换。教官可不惯着他，掏出枪警告他安分点。见教官没有换的意思，胡子男直接掉头走人，一副不信他会开枪的样子。结果这个开枪的男人是更加严厉的魔鬼教官，他警告众人，这里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，不服从命令只有死路一条。见识到魔鬼教官的凶残，所有人只能乖乖听话。魔鬼训练正式开始，这是地表训练雇佣军最残酷的方式，顶着烈日，扛着1.8米的木桩，奔跑在沙漠中。教官拿过一个鹅蛋，敲开扔在地上，鹅蛋瞬间冒烟。此时沙漠地表温度已经达到50度，教官命令所有菜鸟脱掉鞋子，光着脚，50分钟内跑回营地。阿杰因为身材苗条，体能和那些壮兵就不是一个级别，一边跑一边摔倒，最后连爬带滚回到了军营里。连续好几天的训练，菜鸟们身心俱疲。教官良心发现，让他们去湖里好好洗个澡。可刚刚舒服一会儿，教官就开始了新的训练：潜水憋气3分钟，若是3分钟内有人冒出头来，就打死他。阿杰耐力有限，没一会儿他就探出头来，见教官手里握着枪，吓得又缩了回去。另一个菜鸟刚刚探出头，就被一枪打中，鲜血染红了湖水。就在这时，一条蛇慢慢向阿杰逼近，他一把抓住蛇，探出头来，时间刚刚好。教官破口大骂：让你练习憋气，不是让你玩蛇。阿杰一脸无语。从水池回来，魔鬼教官开始给他们讲解枪支，并且教他们组装。阿杰速度最慢，以至于其他人组装好枪准备射击了，他的枪支还没有组装好，被魔鬼教官一顿训斥。当天晚上，大家赌博掰手腕，一身腱子肉的黑人威风敌手，赚了不少钱。黑哥看不下，要上去比试一番，他把刀插进桌子里，刀尖朝上，如果自己输了，手腕将被刺穿。看来黑哥是想逼自己一把，可毕竟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身体素质相差太大。黑哥起初还能坚持一会儿，但随着黑人的不断发力，黑哥开始招架不住。就在手腕快要触碰到刀
刀尖的时候，阿杰及时出现搅局，救下了黑哥。这一举动也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。心情低落的阿杰来到外面烧东西，这时黑人找上门来，想要对他图谋不轨。阿杰正愁没有地方发泄，便动手和黑人打了起来。奈何他体力和身高都不占上风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被黑人抱起狠狠甩了出去。阿杰欲起身反击，却被黑人一把揪住，将其掐住，一脚下去又将阿杰甩开。动静引起了黑哥的注意，他双脚踢开黑人，赤手空拳和黑人搏斗，不过也被其放倒。情急之下，阿杰拿起手榴弹扑倒黑人，打算和黑人同归于尽。正要引爆的时候，幸好魔鬼教官赶到，一把夺过手榴弹扔到远处，这才避免一场悲剧。可阿杰和黑哥也因此被关进沙漠禁闭，受到太阳的烘烤。黑人这个时候又来挑衅，他先是拿过面包递给两个人，然后解开裤子朝两人撒尿。黑哥决定迟早有一天要整死黑人。很快阿杰二人从禁闭室出来，阿杰看上去更瘦了，但为了能给女友阿米幸福，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这天晚上，阿杰来到外面给女友写信，意外看到一个日本雇佣兵被黑人强行霸占的场景。这时魔鬼教官也路过此地，可看到这一幕的他选择了视而不见。第二天，小日本受不了屈辱，选择了自杀。阿杰怒气冲冲，责备魔鬼教官什么也不管。魔鬼教官掏出枪，一枪崩在地上，告诉阿杰，来的第一天就说过了，非军训时间发生什么争执要自行处理。还有，在雇佣兵的世界里，有一条法则叫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小日本保护不了自己就该死，吓得阿杰再也不敢吭声。经过这么一遭，阿杰终于想通了，这些人实在太没有人性，如果不够强大，就会被不用任何理由的欺负。这个时候黑人找上了他，他还想要故技重施。阿杰可不想当软柿子，他拔出刀，一刀划破黑人的衣服，黑人这才作罢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阿杰的训练也一天比一天刻苦，不断突破生理极限。同时阿杰也会趁着别人玩耍的时候，自己躲在角落里练习组装枪械。当他在规定时间内组装好枪后，直接射击庆祝。魔鬼教官觉得他终于有点样子了，打在后面好好关照他。果然训练时，魔鬼教官总是在他身后鞭策他。经过2年的魔鬼训练，阿杰终于菜鸟变凤凰，成为了一个像样的雇佣兵。而他也被安排了第一个任务，就是解救2个被恐怖分子挟持的皇室成员。完成任务，他们就能成为法国籍的雇佣军，还能获得一大笔奖金。一群人兴奋至极。这群雇佣军悄悄来到敌方阵营，在魔鬼教官的指挥下，阿杰首当其冲开了第一枪，双方人马展开激烈枪战。雇佣军训练有素，再加上装备精良，很快就找到人质，一边带领人质撤退，一边回击。教官危急关头中了一枪，其他人见状纷纷作鸟兽散，只有阿杰持枪折返回来，结果遭到教官的拒绝。他可不想成为众人的累赘，可阿杰说什么也要带走教官，一枪托将其打晕，扛着往后跑。经此一战，阿杰不仅获得法国合法护照，还得到了一大笔奖金。拿到钱的阿杰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女友阿敏。此时阿敏的哥哥也到了出狱的日子，然而前脚刚踏出监狱，后脚就被黑老大龙哥派人枪杀了。就连阿敏也被龙哥派到法国的杀手找到并杀掉。得知女友惨死，阿杰痛苦至极，他一定要复仇。随后阿杰回到香港，先是找到并弄死龙哥的几个手下，一刀2刀割掉对方的一只耳朵，让其活着回去带话。手下见到老大，支支吾吾传达阿杰的话。他说叫你这2天小心一点，吃好一点，穿好一点，多搞一点，多混一点，找一块风水好的墓地，过2天他会来拜候你啊。龙哥得知阿杰成为了雇佣兵，立马慌了，赶紧拿出手机拨通电话，也找来一批雇佣兵保护自己。阿杰并不是孤军奋战，他找到黑哥说明情况后，黑哥答应帮他这个忙。2人携带武器来到龙哥的大本营，用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装满炸弹，缓缓行驶到龙哥的家门口。保镖上去就是一顿扫射，以为阿杰已经归西，凑进去查看。巨大的爆炸炸得保镖猝不及防，龙哥也被炸弹吓了一跳。阿杰持枪疯狂向敌人扫射，他们先打掉监控器，黑哥远程投射手榴弹，对方被炸得人仰马翻。但龙哥的虾兵蟹将实在太多，根本杀不完。在黑哥的掩护下，阿杰爬上屋顶，破坏掉总电源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没了监控，龙哥彻底失去了主导权。这时龙哥请来的雇佣军开始上场，头戴夜视仪，瞬间就找到阿杰2人，上来就是一顿扫射。让人没有想到的是，这群雇佣军竟然是和阿杰同甘共苦的那批人，带头人也是魔鬼教官。为今之计只能硬拼，阿杰故意引蛇出洞，趁黑人不注意，黑哥从暗处出击，疯狂向黑人扫射。解决完黑人，2人继续上阵杀敌，又干掉好几个。教官这边没了黑人，只能自己上。他上前叫住阿杰，阿杰震惊，下一秒教官疯狂向他射击，阿杰来不及躲闪，被击中腿部。危急关
关头，阿杰打起了感情牌，将龙哥杀害自己女友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并且表示如果让他报完仇，他就当一辈子的雇佣兵，为教官做牛做马。可教官却不为所动，毕竟雇佣兵这个行业，谁给钱谁就是爷，完全不讲情义。他慢慢向阿杰走去，就在这时，黑哥及时出现，朝教官疯狂射击，奈何教官就是教官，黑哥被教官射中，慌乱中油桶被打翻，但他也捅了教官一刀。阿杰冲出来看到这一幕，十分心痛，朝教官开枪，教官也转身一枪击中他。紧急关头，黑哥再次站了起来，拖住教官，大喊着让外面的阿杰把打火机扔进来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阿杰极不情愿地点燃打火机扔向房子，房子瞬间爆炸，黑哥跟教官同归于尽。龙哥气急败坏，冲出去要杀了阿杰，可阿杰早已不是当初的菜鸟，用一块碎玻璃反杀了他。虽然大仇得报，而阿杰也失去了身边的人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这是香港为数不多讲雇佣兵的影片，里面向观众充分展示了雇佣兵的由来。原来大部分都是一些亡命之徒，而他们身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拿钱办事，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。阿杰则是一直保持本心的雇佣兵，也只有从他的身上才能看到一丝人性。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